你能想象这是3个家庭合租的一间房吗？不到20平的房间里，硬是塞满了整整3张高低床。要不你们先出去吧，方便你们干活。是的，好。那我们赶出去啊。今天真是开了眼了，不大的房间里面硬是塞满了高低床，床上都是临时换下来的衣服，地上满是瓜子、果壳和啤酒瓶。因为孩子放假了要来玩几天，所以希望我们能彻底的清理一下。工地带出来的泥浆已经掩盖了地板原来的颜色。打工不易啊，累呵呵的日子，几份咸菜就着啤酒，嗑点瓜子，就是最好的下酒菜。先把桌面挪开清洁一下，桌缝也不放过，这样细致的保洁值不值得点个赞？为了节省费用，几个人混住在一起确实不方便，只能上铺存放衣服，下铺住人。有时候干完活回来，累得只想倒头就睡，也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再收拾房间，只想多赚点钱给家里寄回去补贴补贴。时间长了，大家慢慢也就习惯了，偶尔喝喝酒就是平淡生活里最解乏的事。也不知道多少度的酒才配得上背井离乡讨生活的辛酸。把烟头、酒瓶和地上的垃圾都清理干净。风雨之后才会有迷人芬芳。我和你一样的善良，一样为需要的人打造一个。顺带把窗帘也都清洗一下，看看这泡出来的油水，看来窗帘也承受了不少擦手布的作用啊。所有的付出只因爱的力量。床下都快堆成垃圾场了，酒瓶里塞满了烟头，是对家乡的思念，还对赚钱的渴望，也是对疲惫生活的一点精神抚慰。8枚的馒头和水果，这买了也不舍得吃的节俭，总想着留点好的，留着留着就和梦想一起在这里生根发芽了。过来请，过来。清理完地面上的污渍，处理好密密麻麻的蟑螂，把床铺给整理一下，衣服也都帮忙叠好，为单身的工地大哥再也不用眼红带媳妇的老表了。整好床铺，挂好帘子，给小夫妻们一点隐私和甜蜜。虽然都是表亲，但该单独亲还得单独亲。
都说男人结婚后就成了瞎子，家里的什么东西都找不到。你家有同款老公吗？媳妇儿，赶我找到衣服，赶急了走的。不是在这放着呢吗？有毛病吧你？天颠了颠，买那么多衣服也不穿，还不如放楼底下捐上去了。赶走，屁事儿不少。大家好，我是家电生活小强哥。今天打扫的是一对00后小夫妻的家。男主人让我们先打扫厨房，说晚点母亲要过来看孙女，不能让母亲看出我们天天吃外卖，还不能看出我们请过保洁，不然又得说媳妇儿懒了。不得不给这位大哥点个赞，真是两头都不得罪啊！看到台面上堆满了外卖盒，还有很多已经发霉了，一看就是很多天没有在家做饭了。不得不说，现在00后的生活真让我们这些80、90后羡慕啊！男主人说油烟机得有好几年没有清洗了，平时很少做饭，也就母亲来了会开火，刚好今天拆下来给他做个深度清洁。看到厨房这么干净整洁，到时候婆婆来了，会不会逢人就夸儿媳妇贤惠能干呢？这客厅最少得几个月没收拾了，衣服也是扔的到处都是，沙发堆满了衣服，可想而知衣柜里肯定已经塞不下了。真的是女人的衣柜永远少一件衣服，男人的衣柜永远就那么几件衣服，怪不得男主人连自己的衣服都找不到了。餐桌上的外卖盒也看得出好些天没有收拾了，一起收拾干净，免得男主人的母亲提前来了就不好办了。都说女人的天性就是买衣服，来看看这个都是小姐姐打下的江山，真的是哪哪都是衣服。进门客厅处也是挂满了，鞋子杂物更是随处可见。小姐姐说虽然有点乱，但是每个东西自己都能找到，也都知道放哪里。关键是每次老公找都不找就说找不到，好像在家里就是路痴一样，天天出门还得自己给她找衣服。难道所有的男士在家里都是这样吗？不知道屏幕前的小姐姐们，你们家老公在家也是这样吗？小姐姐的衣服真是无处不在呀，先给衣服分类再整理，把大哥的衣服也单独整理出来了，也方便大哥能更好的找到自己的衣服。
大家说家里这么多衣服，到底有几件是男主人的呢？你看你的兄弟，一个月挣了3、4千块钱，这个男人比你强。你会嫌弃一个月只有3、4千工资的男人吗？俗话说贫贱夫妻百事哀，是各家自有各家难呀。大家好，我是加点生活小强哥。今天我们服务的是一对夫妻的家。据这家男主人说，他自己平时靠打零工，一天能挣100多，自己老婆有一份工作，一个月能挣2000多。虽然俩人收入都不高，但生活还算过得去。但是他老婆却对他们的生活很不满，嫌弃他收入低，导致俩人动不动就吵架。这是拿着瓶子真砸呀！你说这电视我擦还是不擦的？男主人说，电视机是之前在和老婆吵架时被老婆给砸坏了，当时家里的碗也都被砸了。俩夫妻吵架砸个盘子摔个碗还算比较常见吧，但是抱起电视机就砸的女人还真是第一次见。这怨气越积越多，感情也一天天的变淡了。老婆对家里是不管不问，整天都是乱糟糟的，自己干一天活回到家不仅吃不上热乎饭，老婆更是懒得给句热乎话。屏幕前的你们也看到了，这家沙发、茶几、电视柜都是比较简陋的那种，应该是结婚时条件有限，想着先买着，等以后挣到钱了再换好的，结果一直没有换。可能也是长期以来积攒的怨气集中爆发了吧。但是想要更好的生活，光靠埋怨和指责是没有用的呀。那得需要夫妻两人心往一处靠，劲儿往一处使，彼此鼓励和支撑才能换来的呀。家具可以简陋，但是依然可以收拾得干净温馨；卧室可以不奢华，但是衣服可以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不是吗？这家真是让小哥们好一顿收拾啊！看成效，这家现在终于可以从何以为家到可以为家了吧？女主人快回来，带领着这个家重新出发，也从新出发。觉得我们打扫的还不错的话，不要忘了小红心哦。家里有个又菜又爱做饭的娇妻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大哥，这才是真爱呀！嫂子，我们还是找个保姆吧。怎么了？嫌我做的不好吃吗？不是呀，你这有点费牙呀，你看。大家好，我是加减生活小强哥。今天打扫的这家又给我深深的上了一课。大哥说媳妇儿比自己小了10几岁，自己对她也是疼爱有加。两个人的感情很好，
女主人平时不上班就喜欢研究做饭，想着不仅要照顾好大哥的心，更要照顾好大哥的胃。看着满屋子做好的饭菜，没有一盘是吃完的，还有好多都已经发霉长毛了。这颜色，这味道，真不知道大哥每天是怎么坚持的。看来是真爱无疑了。看来做菜真的是要看天赋的。你们家里平时都是谁做饭呢？谁做的更好吃呢？不得不说，这小两口的日子真是潇洒。要是女主人的手艺再好一些的话，大哥的体重估计会蹭蹭往上飙了吧？有没有热心的家人数数屋子里一共多少盘菜？这么多盘菜，好多连动都没动一下，倒掉真是太可惜了。厨房里到处是做饭时溅湿的油污，喷上抽油机后哗哗往下流。卧室里的衣物垃圾丢得到处都是，吃剩的榴莲都丢到衣柜里了，是为了给衣服增香吗？
卫生间的情况也是一言难尽。好在今天来了5位小哥，一整天的时间再加个班就能完美收工了。打扫完屋子里残留的味道还是没有完全消散，只能多开窗通风才行了。你觉得我们打扫的怎么样呢？喜欢视频的家人们不要忘了小红心哦。截止到2023年底，我国残疾人群体总数已超过8550万，他们的生活难度远超我们的想象。你们体验过残疾人的生活吗？大家好，我是家点生活小强哥。今天来公益打扫的是一对残疾夫妻的家，大叔是3级残疾，大妈是2级残疾。大妈这几天在医院做治疗，2个人还有一个正在上小学的儿子。家里所有的经济来源全靠低保，因为2个人都行动不便，家里的卫生已经很久没有打扫了，到处都是小虫子，很多陈年老垢都已经风干了。今天就让我们家简小哥一起用我们的双手为他们的家里做一次全方位的清洁，希望能给他们拮据的生活带来一丝温暖。很多人抱怨现在的形势不好，环境不好，刚毕业的大学生都找不到工作。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在这个社会里面，最难找到工作、最难就业的那一部分人是哪些呢？说完这题，这得劲，这多长时间了？50年了，我残疾证。这是你的证啊？哎，这我证。我是3级残疾，我老婆是2级残。全国将近1亿的残疾人群，然而我们平时很少在大街上见到残疾人，那是因为他们平时很少出门。一个小小的台阶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是轻而易举，但是对于大叔大妈这样的残疾群体来说，如果没有外力的帮助，他们很难上来。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容易二字，一个健康的身体就是上天对我们最大的恩赐。如果我们在外面遇到残疾人士，一定要伸出我们的双手，尽可能的去帮助他们。
说，你要不你慢慢的下来，让我给他床上床底下收拾一下。中了。
经过我们4位家庭小哥2天的打扫，终于把大叔家里彻底的清洁了一遍。你们觉得我们打扫的怎么样？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不要忘了小红心哦。